大家好，我是心怡，今天来做咸豆浆。你既可以把它做成全素，也可以加荤食，材料也是可简可繁，变化多样。自己磨豆浆，剩下的豆渣也有一个小诀窍，可以把它做成又松又脆的鸡蛋饼。早上能够喝到现磨的豆浆是一件幸福的事情。浸泡过的黄豆出浆率更高，那就隔天晚上用冷水把它浸泡。第二天制作豆浆前，先来准备一些辅料。蛋皮丝不但好吃，而且颜值也高。一只鸡蛋大约能摊一个8寸到10寸的鸡蛋皮。鸡蛋尤其是蛋白要把它打透，做起来容易一些。不粘锅，用中火烧热，加一点点油，一只手倒入蛋液，一只手均匀的转动。转的时候难免会有些小洞，如果蛋液正好用完，那就让它留着；如果蛋液还有，那就把洞补上。很快，蛋皮的边缘就卷了起来，轻轻地把它翻个身。嫩嫩的蛋皮更加鲜美，所以几秒钟就可以出锅了。稍稍放凉，把它切成细丝。冬天的时候，如果想增加热量，还可以加入薄薄的羊肉片或者牛肉片。咸豆浆里不可缺少的一味辅料就是榨菜，不但鲜美，而且增加了脆脆的口感。也把它切碎，小葱切细，不但能增香，还能增加维他命。紫菜也是健康食品，而且有鲜味，把它扯成小碎片。虾皮同样也是健康又鲜美，如果买的时间比较久了，最好在热的干锅里稍微烤一下。材料就绪，开始磨豆浆。磨之前先看一下，如果有坏的豆子，把它挑掉。你可以用搅拌机，也可以用豆浆机，它们的差别就是一个有加热功能，一个没有。我用了半个量杯的黄豆，配上1000克的凉水。不论你是用豆浆机还是搅拌机 blender， 就开始搅拌。做豆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煮透，所以即使是用豆浆机，我也会额外再煮一下，确保安全。用滤网过滤一下豆渣，就开始煮。一边煮一边就可以开始调味，加入事先准备好的各种材料。榨菜和虾皮已经带有咸味，所以盐要加的少一些。少许酱油可以提鲜，我还在夏威夷找到了味道很不错的夏威夷酱油。咸豆浆开花，最重要的就是要用到白醋，什么醋都可以，最好用米醋或者白葡萄醋。1大碗豆浆大约用到半茶匙的醋。把豆浆烧开，然后连续沸腾3到5分钟，那就安全了。趁热把它冲入碗中，加入鸡蛋丝，再点上辣油，不喜欢辣油可以用麻油。一碗又鲜美又营养的咸豆浆就做好了。黄豆营养，豆渣当然不能放弃。豆渣的颗粒比较粗，怎么样让它的口感吃起来松软，就有2个窍门。一个加入鸡蛋，还有就是加入泡打粉。根据漏网的粗细，过滤出来的豆渣可能比较稀，可能比较干。根据情况加入1半或者等量的中筋面粉，把它拌匀。再加入盐。如果有新鲜的小葱，就切成末，变成香葱蛋饼。如果没有，也可以加入干的香料。我用的是做日本饭团用的海苔芝麻香料。再次搅匀后，把锅烧热，加入1勺油，再倒入这个鸡蛋豆渣面粉糊。
盖上盖，我们来烙这个松饼。大约3-4分钟后，闻到了香味，摇一摇，底已经形成了，我们就可以翻面。稍稍成型后，加一些热水。如果面粉的比例多，饼比较厚，就多加一些水；如果饼比较薄，就少加一些水。再盖上盖，烙第二面，大约2到3分钟。当蒸汽全部挥发后，如果你喜欢表皮脆脆的，就加一点点油，调成中大火，把表皮烤香。翻个面也加一点点油，把它烤香。就这样，豆渣鸡蛋饼就做好了，表皮脆脆的，内部松松的，营养又好吃。